那么台北市议员陈怡君地方法院又给他交保了，高院说不行怕会串证，所以呢这个又重开羁押庭，就被收押了就被收押了。那因为他是支持陈亭妃的所以大家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支持陈亭妃的关系陈亭妃不为当道所喜而且他哽咽喊说，请相信我的清白。那现在被羁押禁见了那另外呢，这个法院说曾经提醒下属如何面对检调那另外呢，这一年这个不少民意代表呢都被查，有国民党的有民进党的都有那另外呢，这个全国正副议长们说要提案向中央建议修法，所以那个助理费现在有70个，现在就有70个被侦办中，到现在为止有200个已经都涉入这个案子了。所以正副议长说怎么会一个助理费搞成这样子呢？好像变成司法的提款机。我平常摆那个地方，我要抓你的时候就这个助理有问题那说要建议修法把它搞清楚而且还有一些民意代表，因为他服务处要钱。他没钱了他就从那个助理费拿一点钱去这个给服务处用也不行，给助理怎么给服务处用呢？这违法反正就是有各种状况那所以呢，议长说是不是能够把会计法修了因为否则的话呢，将来层出不穷那民进党呢26号开联政会来处理陈怡君的案子那另外呢，这个郑国会说相信也支持林岱樺捍卫清白，先别2个，一个陈怡君，一个林岱樺那司法调查程序应该恪遵职守，说不要这个超过了那另外呢，就是说你如果在民进党你不是赖系，你如果想往上爬，恐怕被清算。所以今日林岱樺，明日陈亭妃，这个耳语在绿营在扩散因为对蓝营来讲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对绿营来讲，他们自己也在想我是不是国王人马？我会不会被清算斗争？我到底有没有什么小辫子？有没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林岱樺被这个交保了被约谈了，所以现在说潘孟安跟刘世芳就变成黑马是有可能了那许智杰说，哎呀，暂时都不要讲到他了不要讲到这个林岱樺了，他现在这个，因为现在有2种讲法嘛，一种是上面要求办，一种是呢其他的局系不是林岱樺的，因为其他人是输他嘛。民调，所以这些人联合起来整他，有各种不同的讲法所以现在就最好不要讲他。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是今日岱樺，明日这个现在暂时都不要讲到岱樺。闭口不谈党内初选对手林岱樺，民进党高雄立委许智杰直接把头撇开，飘离现场。毕竟同是高雄立委，林岱樺深陷助理费风暴。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只要非赖系人马，那么他基本上就先把它清除掉？那会不会今日的林岱樺就是明日的陈亭妃？暗示非赖系想上位，恐怕都会被清算，因为陈怡君和陈亭妃结盟，结果被羁押。陈亭妃和林岱樺又都正国会出身，台南和高雄市长民调都位居第一。陈亭妃对此截稿前没有回应，林岱樺的案子也让他和邱意莹双输恩怨浮上台面。刚才陈玉跟陈立伟为什么不讲？不止疫情期间，两人吵戴口罩，两人相继要表态参选下届高雄市长后，邱莹的话还说得超直白，直说不希望对方出现，而且孤鸟林岱樺被搜索前，党内新系和局系人马赖瑞荣、邱意莹、许智杰3人就想整合对决林岱樺，现在又传出有黑马出现，包括赖系的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和局系有意回国参选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潘孟安秘书长跟刘世芳部长会来的机会应该都不大吧。林岱樺的案子恐怕让高雄市长初选绿营内部呈现混乱局势。乃菁怎么看？因为林岱樺他20多年前的时候，刚刚到立法院的时候，因为他很清新嘛然后在他们说是立法院的孙燕姿，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蛮清新的，很清秀所以有被
这样子的这个称号了哈，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新潮流的，那他自己后来讲说他为什么不在新潮流的原因呢？是因为新潮流呢每个月呢要交2万块的这个派系的费用哦，太贵了哈，他交不起了啊。但他后来呢虽然加入了正国会，但是因为他的行事风格真的是比较独来独往啊，然后也因为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他在很多的案子上面呢，跟民进党中央呢并不一致。陈水扁上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跑出来骂的。对，而且也不一致哈。比如说蔡英文呢，极力支持的同婚，他也反对。哈，像类似的这些的主张呢，使得他在立法院里面。在民进党里面呢，就更不容易有这种同盟啊，有这些战友的联系。然后这一次呢，我觉得一切都是因为时机点太巧合了啊。他的这次牵涉到的2个案子，如果说助理费案他是行之有年，他家里面都在当他的助理的话，那为什么到今天才被查？然后那个说是在寺庙呢要办活动的时候，他强要一些厂商不乐之捐，这也不是新案呢，之前的时候也办过啊。然后办的过程之中，还因为他的助理把那个笔录带出来，还形成了万案案。可是那个时候，后来那个案子就卡在那个地方，也没有继续下去啊。所以说，为什么挑在这个时机点上，两案并发啊，然后扣上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名给林代化，然后就说哦，如果说你有牵涉到什么寺庙要这个不乐之捐，那恐怕会更严重。我觉得这背后就是因为那个政治的介入的复杂神经太重了，而且当一个执政党立委在被去约谈的时候，手这样子举高高的，拿着字条这样子大喊，他是执政党的立法委员呢，这样的控诉对于民进党对于司法来讲，不觉得脸被打得热烫烫的吗？所以他才讲政治干预司法，司法干预初选，是这样子啊。他认为是因为他初选太好了，哦，他们这个来迫害他。来，世刚，因为他做的时间很久啊，假设他真的是什么乱用助理费啦，或者这中间奇奇怪怪的事情的话，那应该早就处理掉了嘛，不可能压到现在。那又看今天报纸说，那他这个案子呢，中间又从第一次到现在又过了3-4年的时间，那这3-4年时间为什么不办呢？大可3-4年时间如果他真的有任何违法的地方，过去3-4年就应该继续办啊。虽然你当时的那个笔录露出来，但是你可以隔一阵子之后就继续进行侦查。为什么要留到现在继续侦查？那也怪不得林代化会去讲那几句话，因为看起来这句话他想过的，也就是说他心里面可能知道会有这个行动，所以他这个该表现什么，该甚至这个纸等等。他不可能上到这个侦防车上面再写，一定是事先都预备好。所以是不是说就有这个风声，包括他当时举个暗黑势力，暗黑势力到底是谁？是地方的跟他的敌对势力，还是更上面的势力要求来去做明示或暗示的要求来做一些处理？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他心里面会点滴在心头哦。那总之，你这1年来，大家感觉很多的司法就变成好像整肃异己的工具哦。那你要用的时候，坦白讲，司法很好用，虽然他也不一定有罪哦，但是在整个侦办过程里面，就让你觉得日子就不好过嘛。然后要选举的人，下一次就基本上面临到没有办法选下去的困境嘛。然后甚至像宜兰、新竹。就把你的位置统统拿掉，现场市长那个位置统统拿掉。所以说司法虽然有时候不需要总统自己去下达什么命令，但是底下帮忙操办的人会看老板的意向，会闻鼻子的风向，会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林代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要解释得很清楚啊。如果说他什么欺压、不乐之捐等等，那就要把那个单据啊一个个查清楚，因为中油、中钢、台电，在很多的地方都有所谓的睦邻基金啦。这睦邻基金呢，很多是靠立法委员帮忙底下的社团宗教申请。这是台电故意做面子给立委。对，那5万、10万不等啊，那反正有单据报销就 OK 嘛。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变成你去欺压他的话，那我觉得要拿更多的证据出来。我觉得赖清德最近被问了，都要不然就回避。昨天被问到政治干预司法不答，今天说没有。这不够的，哦，就跟这个柯建铭呢指控赖清德说他们5个人曾经在年初就开过会了，哦，包括周荣泰啊、赖清德啊，说要大罢免，赖清德40会大出场，那总统府说没有这个事情，那你们到底开过会没有？有没有一起讨论过要罢免？就讲清楚啊，没有大出场，
这不足以适宜。所以赖清德必须要，不是说我没有介入，政治没介入，要公开这边这个说，各级司法人员检调司法，绝对不能够这个受到政治的影响。谁受政治影响，到时候我要想办法呢，要来处分，而且呢，绝对不可以这个因为派系啊等等的，要讲清楚而不是说没有啦，没有那是怎样？惊讶什么惊讶什么东西啊？就是要讲清楚，不可以，你们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呢，你们想要干这个事情，不但不会升官，而且呢可能会被贬掉这个甚至要用司法来侦办，一定要这样子才表示你的决心嘛。否则讲个不痛不痒有什么用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总预算立法院送出来。行政院长说呢，他们会研议合法合宪的救济，反正招就是先送到立法院复议，复议不成就要释宪民进党党团就是呢，复议最可行怎么样解套？复议蓝白把你否决了，你还是一样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说总预算没有名列删除总数，民众党团就反击说黄腔走板，数据清清楚楚，怎么没有名列呢？列得很清楚而且呢，黄国昌说呢，你现在有2.9兆的预算，你还喊你窒碍难行，那就是无能嘛，无能就下台那另外呢，这个选罢法刚刚是总预算法了现在是选罢法，新制要上路了民进党说要申请释宪甚至呢还暂时处分这个暂时不能执行。那到底差在什么地方了基本上呢，原来只要统一编号了，现在是要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影本那另外呢，这个如果不清楚、不能辨识等等呢，那就应该删除掉，不算。那以前呢也没有什么罚则伪造、变造、使人名册查这算了。现在呢是要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罚比较重那赖士葆的预测是说，柯建铭为什么现在搞这个要提示，2029可能再罢免，因为他认为2029可能还是选不赢还是朝小野大。甚至呢，总统都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选罢法将来还可以用，不是只用这一次。我们看一下。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行动不便，拄着拐杖，差点踉跄，也要来司法院提暂时处分及申请释宪。就在总统公告加严选罢法生效这一天，不信正义换不回，不容宪法尽成灰。不忘摇下车窗比个赞，老柯看来信心满满。另一头，行政院也在同一天，因为总预算再度向在野党宣战，更严重造成部会的施政上的窒碍难行。行政院将研议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看来先前党团协商也只是走个过场，复议2字虽然没挂在左魁嘴上，但早已箭在弦上。今天是行政院第3940次院会后记者会。政院会后记者会，手语老师没有不见，这回没请北市支援，找来卫福部来救援。看来这问题也不是真的无解。另外，绿营还批立院送出总预算，不只有重复删减，甚至部分删减数大于原编列数。举例，外交部没宣费编列11127万，立院删了14080万，预算成了负2953万，还被倒扣回去。这些钱是蓝白委员要拿你们的薪水来补吗？副预算是什么意思？是见鬼了吗？在野党资深助理透露，的确因为案件数太多，朝野没有完成协商，才会变成委员会、院会加上统删，数字全混一块。虽然立院有说可以自行调整，但是政院双手一摊，说违宪。毕竟绿委人数不及蓝白，对外改打文宣战，好过自己动手算。志涵，你这预算到底怎样？好，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非常遗憾的就是每一次的行政院会的后的这个院会后的记者会，都变成一个大型的造谣记者会。简单来说，像昨天发言人说到一个什么东西，他说这个总预算的删减规模史上最高。其实第一个根本就不是史上最高，第二个说呢，这个预算规模到底总数有没有名列出来？其实呢，整个删减完出来之后，包含委员会删了67亿，那院会的表决删减了1068亿，还有呢，整个通删的部分是900多亿，这些数字都非常的清楚。只是当中有一些细节，比方说哪一些的部会，它哪一些部分要留用。
那这些东西是由部会自己来决定的，所以这个东西当然立法院不会有资料，是你行政院相关的所属部会，你必须要去决定你哪一些预算要怎么样去挪移，怎么样的留用。这个当然就是会在立法跟行政部门这边不会完全一致，但总数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行政院的这个发言人造的第二个谣是说，当总预算跟我们的这个财划法同时并案送出的时候，到底谁先谁后生效，可能会对未来的预算执行发生一些问题。这个是铁铮铮的一个谣言。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财划法送出来之后，并不会在今年现在即刻的生效，而且呢，就直接影响到今年度的总预算，它会是在明年或后年的时候产生直接的影响。不然的话，现在预算就要重编啦。可是过去我们的行政院的这些官员，不管是这个财政部的部长或者是主计长，他们都说不用重编。现在的预算就是按照现在编列的方式去执行，所以财划法的送出并不会影响到今年的预算的执行。这是第二个，然后又说呢，这个预算删了之后会变负数的。其实我们在这个通删的原则当中，有一条就非常的清楚，就是不能够超过预算编列数，所以绝对不会变成负的。那我们就觉得很遗憾的一个点，就是说，请问一下行政院长，请问一下你们的发言人，你们是识读能力有问题吗？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写在那边，不看就是不看，硬是要造谣。那我们觉得更加遗憾的是呢，今年的总预算的规模这么高，已经达到了3兆以上，是历年来最高的。就算呢把它删掉，而且当中还是1000亿是针对台电的。如果你把那个1000亿扣掉的话，其实删减的预算非常非常的少，3%多余。对，然后呢，你这个冻结的部分呢，其实也跟过去历年来说是差不多的。那今年的预算是历年来最高，但是你还是说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但是他们有件事可以做，叫什么？叫大罢免。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中选会就很有趣了，各个部会都出来叫穷，说哦，今天这个钱被删掉了，他们什么时候没办法做？这个旅费也没有了，然后呢，媒宣费也没了，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但是中选会不一样哦，他们说可以来动用2倍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赖政府他执政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必须要很遗憾的说，赖政府呢，也就是赖总统，他多次的说，好像强调大家要团结，要一致对外，希望呢政务能够呢顺利的推动。可是我们看到现在，不管是赖清德总统或者是卓荣泰院长，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激化对立，而且是用非常恶劣的方式在攻击在野党，是用这些谣言来扭曲在野党在国会里头的努力。监督制衡本来就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而且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却被民进党丑化到现在，民进党就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玉芳兄，你知道这个议场就是个战场嘛？只不过战场就要拿武器作战，议场就大家表决啊，表决你输了啊，你民进党那个姿态这么强硬。那你说预算好，说大家再来协商，可再来协商的过程中，你不断的在抹黑，你不会再抹黑在野党。好，刚刚讲说主要是砍了台电呐，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政治性的动作啦，也是一种战略上的打击，就是说你要检讨你整个的发电的方式，能源政策，对不对？能源政策你要检讨吗？你看，民进党很佩服这个日本啊，日本核灾的以后，所有的核子反应炉全部停止，我指的是发电那个电厂了。那到现在恢复了14座，我敢预判以后只会再恢复越来越多而已。哦，你说最多核电厂了，核子反应炉了，美国过来法国，人家是落后国家吗？对不对？地球这样暖化，3岁小孩都知道。其实整个社会来讲，认为核电是必须的人是越来越多。我问了左邻右舍朋友，吃饭在讨论，大家都承认台湾的肺腺癌死亡人数是所有死亡人数的第一，所以这个就是因为烧煤烧的最多。我一个朋友，好，在在他是住在那个台中县啊，我现在讲台中县是老名词了，埔里那一带，很久没有联络话，打电话给他说最近怎么样？肺腺癌动手术刚出来，为什么？中火啊，天天在那边烧啊，烧得那么厉害啊！所以你今天不管怎么样，你今天执政党如果认为说我预算被你砍太多，你把谦虚一点，你打败仗了，你还要怎么样？谦虚一点，他不是他一边抹黑一边搞大罢免。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在野党在替你低头的话，我会告诉你，蓝军的支持者或是民众党的支持者都把你都向你吐口水了。所以你今天究竟你要不要解决你对总预算有意见，你要不要出来讲一下？譬如说，今年放过我们保证这样核电厂能够原役的，我们再让它原役啊，然后我们重新检讨整个的政策。你不是
你在污蔑人家、抹黑人家，那同一时间你希望人家把手打开，复议就是你走复议这条路就是个错误的路，表示你被打败了。可是呢，你根本就不服气，你心里不服气，你嘴巴也不服气，这就错误嘛。我心中很感慨，战狼小姐姐，还有我们资深老委员，他们都很用心啊，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你们都忘掉了，你们的用心，你们的浪费时间，都是没有注意到。柯总召已经讲了，去年1月15号就决定要这样了，你们怎么常常忘掉？这是民进党自从1月15号晓得你们不来归，他一定是少数，所以他受不了朝小野大，所以一定要用大规模的罢免来把它翻转过来，不管有没有机会，他们心里头是想，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所有的复议啊，像他举出12个条那个意见，其中大概有10个，就是说你删的数目是史前最高。简单一句话就好了，就是说，那给你的钱也是史前最高啊。但是连这样的辩论啊，我觉得这都不需要，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大罢免的嘛，你不要掉入他的陷阱啊，就是开战，就是要打。你知道，除了要不然你们，他真的是，我跟你讲，川普是一个穿西装的流氓，民进党目前呢也是穿西装的流氓，一个大流氓，一个小流氓。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第一阶段大免的这个联署哈，国民党委员好像除了那个金门马祖都被罢免了，全部都被提要罢免啊。那送了64件啊。那现在大家认为说双北、台北、新北跟台中是一个激战区哦，这个会厮杀的很激烈啊。那另外呢，这个张善政说呢，这莫名其妙啊搞这大罢免，你没有运动家精神啊。你参加奥运比赛，比人家少0.1秒输了。你把他打倒，你重新来过吗？你4年以后再来啊！所以呢，要有君子风度，当家别闹事了啊！那另外呢 ，TVS 做的调查哈，31%的民众支持罢免国民党立委，但是30%的民众支持罢免民进党立委，就差不多。那44%不支持罢免国民党立委，41%不支持罢免民进党立委啊！但是问题就来了哈，如果这就算你44、41%都不支持，只要这31%、30%都去，就满足那个门槛25%了，就可以罢掉了哦。所以呢，很有可能要罢的都去了，然后不罢的都不去哦。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讲说，我这个反对罢免，你说我不会去投票了，不投票，当事人吓得要死，说你要去啊，你要去投啊，你不投怎么行呢哈？因为原来他们讲是冷处理了，哦，韩国瑜当时有冷处理啊，最好冷处理就不会达到25%就算了，就没想到当对手是热战的时候，冷处理也没用。谢国良开始也要冷处理啊。但是呢，后来也打热战，表示是赢的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民调啊，说呢罢免会不会通过了啊？说呢这个一定不会跟应该不会的有58%啊，但是认为一定会通过了跟应该会通过的13%，所以大部分人觉得可能应该不会通过，不，这只是一个直觉的判断啊。那另外呢，有国民党调查也是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说应该停止大罢免，非常支持停止34%，还算支持停止22%，所以加起来就56%。不支持跟不太支持的有32%，认为该罢免不管是罢蓝的、罢绿的，应该罢免啊。那所以呢，这个支持度要不要停止大罢免呢？最高是北基认为说，哎呀，无聊，刚选完干嘛罢呢？那年龄是50到59岁，认为说不要再罢了，不要再罢了那另外呢，到底谁要负责这个大罢免？赖清德要负责53%，所以老百姓还是很聪明，知道其实后面是你啦然后呢，柯建铭30%，卓荣泰17%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能不能通过第二阶段？因为第一阶段比较容易1%了，第二阶段10%，所以呢，这个尤盈隆是说能够通过第二阶段的最多是1/10，所以大罢免南柯一梦了到时候你真的想要民进党过半不容易的。但是对民进党来讲没有损失啊，我最坏就是目前这样子嘛 ，nothing to lose 所以他就我就跟你干搞乱也好啊，
刚刚的那个民调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值得注意的，就是有30%的人支持罢免国民党籍的立委，也有30%的人支持罢免民进党籍的立委。我觉得这个数据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这都是在各自的支持度以下，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人民至少30%，他们都是不支持的，应该是说不满足于现状。现状是什么？就是朝野之间强力的对立，而且希望呢这样子的强烈的对立不要再继续下去。而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比较多的这个责任应该归属于赖清德总统？我想大家选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赖总统上任以来呢，已经将近1年了。这1年的时间，到底他有哪些突破性的建树，还有他哪些政策的规划，是真的足以端上台面来让这个国人们称道，然后觉得说哇，我们的国家还有方向。未来面对这个美中之间的战局，面对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我们到底要何去何从？到底国家的方向是什么？大家看不到，但是最明显的就是朝野之间的对立，还有立法院里头整天的冲撞，而这些东西都可以直接的跟赖清德总统连接。这就是刚刚大佬所说的嘛，这就是他们早就已经设定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翻盘，要让现在这个朝小野大的这个状况把它翻过去。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面对说，选民们对于这样子的现况是极度不满的，而这样子的不满到最后有可能就是反噬到现在的执政党。而这个执政党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当然还是要继续去操作这些事情，因为他们现在觉得他们什么时候做不成，所以他们能够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只有大罢免，这是他们主观的想法。但是为什么不反过头来看？如果说你们真正的站在人民想要的东西，真正去执行的话，未必不会为你们带来更多的支持度跟能见度。可是反而是看到他们不断的在操控这些仇恨、跟民粹、跟对立，最后有可能最后反杀的是自己。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讲一下，我觉得柯建铭跟那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微妙，因为我们在立法院看到的柯建铭几乎是已经呈现有点疯狂的状态。比方说他在协商的时候可以丢昂古贵，然后他可以把这个不管他们是不是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大战略大布局，他可以透过他的嘴巴讲出来说未来大人物要出场了，而这个大人物就是赖清德。你这不就是跟赖清德原本平常营造出来人设完全背道而驰吗？那他怎么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内部现在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冲突跟矛盾 ，even 是在这个柯建铭跟吴思瑶当中都有，因为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其实柯建铭会直接针对吴思瑶，直接去纠正他。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行政，不管是行政院也好，或者是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也好，他们之间彼此的进退关系、竞合关系，其实都非常值得关注。这个绝对会影响未来他们大罢免的表现。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谁的？彼此啊，柯建铭、赖世宝啊，赖什么？柯建铭啊，然后赖清德啊，然后吴思瑶啊，这些卓荣泰啊这些，就跟基督教一样嘛，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同一个人呢，对不对？我有没有解释错？我是不信教的。中间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你们都错了，哪有矛盾？我跟你讲啊，最近你们就要相信柯建铭的话，因为柯建铭是老油条，已经做那么久了，总还有一点良心嘛。他讲话很难懂。告诉你，去年1月15号，这个大决策就定了。因为民众党5人小组开会，就因为民众党不过来，我们是注定朝小野大啊，朝小野大我们干不来，所以除了这条路以外，没有第二条路。我已经提醒，再提醒，再提醒你们这些聪明的人，就一直要钻牛角尖。他讲一个不太一样，你就开始去发挥，这就是错了。来，伟山到底有没有矛盾？应该说，就我觉得丢昂古贵应该还好啦，总比丢手机好。我们新北市的议长都直接丢手机，会受伤。你看昂古贵，我连提都不提的，是我们的战狼小姐姐提的。昂古贵很奇怪，好不好？重点是他觉得他表现很奇怪。我还是觉得啦，我们不要倒果为因啦。这个事情发生的根本，我要说的，这是赖清德的话，对不对？菩萨为因，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为果。那你向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因？是什么是因？因就是现在国会现在的一个状态嘛。我要说什么状态？你们一直在叫民进党要拉住所有的人，可是不可能啊，因为这就是公民团体的意思啊。我今天中午我跟很多中间选民聊天，他们也会觉得哇，因为大家其实台湾经济选民比较多。大家也会觉得说，哇，如果立法院再继续这样闹下去的话，那会不会未来可能台湾的投资环境变不好？会不会我的房子可能房价会下跌？会不会我的股票会大跌？大家其实在乎的是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中间选民他其实就是所谓的经济选民，他其实担心的是自己的荷包会不会受影响。所以此时此刻，当然大家会担心嘛。如果是立法院里面
少数服从多数就不会闹了。可是你们现在做的种种的事情，不要说服从，就是都是在伤害台湾啊！什么叫伤害台湾？什么叫伤害？这你们每次都是拿一些很虚无缥缈，本来国民伤害台湾都是反共的，现在看起来都不是这样啊！对，你每次就去拉到什么反共啊，这就是现在立法院的现况。总预算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去香港做什么？立法委员职权法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是习近平下令蓝白两党吗？现在傅昆萁作为你们的总召，我是觉得你们现在在民间就是去塑造这样子的一个谣言。我接触到，郑蓝军都生气了，不要这样子。中间选民更生气啊！我接触到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罢免团体的朋友，讲的就是这一套民进党的中央宣传。中央厨房没有中央厨房，就是中央厨房，就是哎呀，这个预算啊，是习近平的意思啊，是蓝白两党配合习近平。没有嘛？我问你一句话，好，你说台湾的经济选民哈，是那请问经济选民想要安定还是想要混乱？台湾的民众当然希望经济持续成长。请问你进行这样的大罢免，全国性这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这样大罢免，所以会让经济选民更高兴，还是原因的会问题让台湾的环境更安定，还是更混乱？不，大家重点不是罢免，重点是现在立法院的乱象需要解决嘛。这个不是。如果国民党可以像当初在王金平的那个时代，大家真的可以坐下来对这个事情进行讨论，当绵羊就 OK。每个都讨，你看光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总预算，你没有办法讨论，连这个删出来的预算是多少都搞不清楚，那到底怎么讨论？那是不是很乱？那所以选民当然会觉得，那我会不会受影响嘛？来金，就我好期待那个柯建铭讲的赖清德大出场哈，他到底是桥段，还有一个桥段，对，他会怎么样哈？他会怎么样出场？他会讲出一些什么样的话？林右昌秘书长呢已经在铺垫了啦哈，他之前的时候讲，就是因为现在有17位的民进党的立委的案子也第一阶段也成案了嘛哈，也送出去了，所以呢，民进党呢这边一个都不能少。我觉得到后来呢，应该是基于就是要保住民进党的立委一个都不能少，然后呢蓝白联手乱政出卖台湾，他讲的可能还是这一套吧哈，所以他就赖清德应该讲的还是这一套，否则的话呢，他也不会在民进党的中常会那么自恋的呢去放他在总统竞选期间的时候那一段的辩论会的时候那段讲话，那也是在说这个蓝军国民党在这个出卖台湾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赖清德在这个档口上面，真的台湾有很多要期待解决的问题哈。可是呢，听在赖清德他们的耳里呢，似乎呢万事莫如呢罢免国民党籍啊。他如果一天呢不把立法院里面的朝小野大的形势翻不过来，他就不会做事了，他也觉得他自己呢没有什么好日子过。最可怕的就在于是，他还有这么一大群的这个支持者呢，相信民进党这种脑残的逻辑。TVBS 的民调里面显示，有30%的民众呢支持罢免。我觉得3%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哎，赖清德也不过才拿了40%的选票，他有30%的选民就支持大罢免了。所以说呢，国民党当然就只能够非常严肃的应战啊，特别是在这次新北还有台中被视为是比较告急的这个区域的时候。这两个地方的首长都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哈，要让他们的选区的立法委员呢一个都不能少。还有台中的卢秀燕，你是有心要问鼎大位的人，如果今天在台中市有一席的国民党的立委被敲掉的话，你的根基就松动了嘛。接下来再回来。那么曹信成说：“我面对霸凌不能退却，因为呢，他遭受到中共红卫兵式的攻击，哦。那另外呢，他说当年我是不看曲美凤的光碟的，哦。那所以呢，他说为什么我不看？因为偷拍是下流犯法的行为啊。说跑去看的话，不是成了偷窥的共犯啊。所以他轰谢寒冰 baby 啊，居然拿这种偷拍的光碟出来讲他啊。”所以呢，合理推测，那现在没有做这事呢，中共要他当打手啊，因为中共出的手啊。那曲美凤也很火了啊，
徐美凤现在是好像是那个 Apple 那个什么网络那个传媒的总编辑是吧？他说呢，他说你干嘛提这个？都过去的事我都不想提了，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哦，你把我拿出来当挡箭牌，你还像是个男子汉吗？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干嘛把我推到前面去啊？另外呢，这个邱垂正被他指，你干嘛替曹新成背书？陆委会说他不是替曹新成背书，他是通案呢、这是一个我不是对这个我是对这个通案呢、那另外呢，这个曹新成的私密照是不是救了好几个国民党委员？吴子嘉说，大罢免最终的结局是民众党会掉2至3席。看一下，民进党，这是反映出这个中国啊，还有跟我们这个在台湾的中共的同路人啊，对于大罢免现在感到害怕。首度露面回应不雅照风波，曹新成直指就是因为他协助民团大罢免，所以现在要用这个其实很不入流的，完全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啊，来这个抹黑。从这个谢寒冰这个事情看出来呢，他对基本的人权是不尊重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是私人争议被传到国际论坛，恐怕有点尴尬。毕竟曹新成身旁的这一位是 Halifax 国际论坛主席，而且这也是该论坛第一次离开北美洲就到台湾举行，总统更是座上宾。总统到场，论坛主席亲迎，但却没曹自然帮忙牵线来台举行论坛的功臣曹新成，会是因为总统也有些介意。根据主办单位释出的场内画面，两人中间隔着论坛主席，但双方几乎零互动。而总统要离去时，瞧瞧曹新成，所以论坛主席一同起身要送总统。不过不知总统是否没注意，只跟主席握手。总统抗中保台的理念与曹新成不谋而合，但敏感时刻这盟友或许只能先各走各的。好吧，吴子嘉说，大罢免的最终结局是民进党会掉2席到3席了哈。反正现在大家就在比嘛哈。那除非国民党掉了6席啊，或是这个就是整体了加减近6席然后呢还能够当选6席啊，否则的话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呢，民进党可能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我就算是罢掉你1席，我也有进展啊！就算我不过半，也表示我这个至少呢赢得部分的胜利哈。来，老沈怎么看？我觉得邱垂正讲的有道理啊，因为他对这个挺曹新成这件事情，他说不是个案，是痛案，我也同意啊。但是不是今天的痛案？如果是20年前、30年前，民进党那时候有洁癖啊，像什么八炯啊，这闽南郎啊。像这曹新成啊这一类人在主导所谓民团，或者是正式名称叫民间团体，简称叫民团，在主导这个大罢免，而且主导的轰轰烈烈。民进党就说：“这个我们总统的时间点在哪里，跟桥段在哪里还不到时候，我们到时候才进去。”这个等于说，这些民团已经是变成狗的尾巴，而这个狗的尾巴是摇的蛮不错，民进党不太敢动它。如果当年民进党洁癖很大的时候，一定说透过了，他当然也不会像那个川普让自己人丢脸嘛，一定透过其他的管道讲，老曹啊，你小可收敛一下，你起码你说明白，你拍名声八炯够了，你表演到国民党的总部，你表演的不好啊！你们嘛这个收敛一下，史书华嘞，那种说出家这人设有问题的人，自己人设有问题都还不收敛，还要嚣张，这个跟以前的民进党不一样啊！为什么现在民进党这么畏惧这些人？就是自己的气势下去了，因为党跟民团之间呢是彼此消长，是这样啊。你会这么顾忌他，会这么不敢动他，是因为你气势不够。所以你敢动老曹吗？你敢动史书华吗？都不敢了。所以这一点你回去带我
向总统反映一下，这个好好检讨，这个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这是很危险。伟善会反应吗？不会吧？他有看少康，他会看本节目的啊，所以我要不要再讲一次？不用了，不用了，还有，不要。不过今天因为Halifax 这个论坛呢，背后出钱的人就是曹兴诚啊，然后呢，他在这个场合里面呢，谈的是台湾安全，可是他却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讲就说啊，谈到他自己的这个照片的风波啦，然后谈到大罢免啊，我觉得他难道不觉得就是脸皮怎么可以那么厚哈？就是一个在谈台湾国家安全的问题，然后扯到他自己的事情上来，还一副这个沾沾自喜的样子。我觉得曹先的那个道德感是令人非常的惊讶。然后坐在台下的赖总统，还有我们的国防部长顾立雄，他们不觉得尴尬吗？然后全部的我们国家的重要的国安高层在底下去听这个曹兴诚讲这些不入流的言辞。什么叫做大罢免成功就能够还他清白？这跟这个有什么关联啊？哈，就说大罢免，你们不是讲说大罢免是因为蓝白联手要出卖台湾吗？哈。然后呢？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把这些人罢掉的话，那就是表示说，台湾内部这种铲除中共同路人的势力获得了伸张。这跟你的有没有交过在大陆有没有交过女朋友，然后有没有这些的照片，你的私德的行为有何干呢？就是说这些呢大罢免的这些的团体。我觉得他们现在呢，不知道是受到金钱上面，还是各种的这样子的一个诱惑和纠缠，他们没有办法割舍曹兴诚，没有办法跟他做切割。你赖清德呢？你国防部长呢？你们国安高层呢？你们也受了你们也是因为曹兴诚有这么几个钱，你们就通通都屈服了吗？听他讲那些乱七八糟的言辞，还把他聘为文化总会的新的执行委员，真的是太丢人了，斯文扫地啊！赖伟善。我想那个曹董事长其实他已经表明了，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图片其实都是 AI 去伪造的。那他也提出相关的司法诉讼。那我们也支持，在这个时代啊，真的 AI 的受害者非常的多。那名人尤其是受害的非常严重。那我们相信由司法去把这个事情还原。那我相信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个人的事情跟整体的罢免行动其实是两件事情啊。我刚刚讲因果，就像今天如果俄罗斯放下了武器，乌克兰就会获得和平；如果中国今天放下了飞弹，台湾也会获得和平。这就是因果关系。所以如果说在国会里面，国民党的委员跟民众党委员如果可以仔细的为台湾留下更好的一个未来，那我相信这个罢免活动应该也不会成案。我想可能补充一个资讯哦，这个曹兴诚董事长他虽然提告了，但是呢，他并没有否认这个照片的真实性。他说呢，他过去确实是不知道为什么谢寒冰会拿到这样的照片，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反证了嘛。反证是说，这确实是我过去的照片，只是我不知道谢寒冰怎么得到的。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当曹兴诚整天在喊着反红色渗透，要抗中保台，而且大家提高警觉的时候，你要如何证明你自己没有被渗透呢？那是不是？碰到任何像民进党的人士或他们的侧翼，只要碰到任何私德有问题，甚至公领域有问题，种种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抗中保台的大帽子把它一言以蔽之，然后想要干干净净把自己给洗白。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先检视一下自己，要怎么样证明你没有被这个中共同路人给渗透？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当务之急啊。这个玉川兄，他讲偷拍是下流了，自拍算什么流？自拍搞不好更下流，要不然你怎么把这个东西都自己把它拍下来呢？对不对？第二个，我主要讲一件事，我认为赖清德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洁癖啊。今天其实曹兴诚为什么一开始他要讲这些话呢？心虚嘛。你看国防部长有没有跟他握手？你看赖清德有没有跟他握手？没有嘛。所以曹兴诚自己要知道，其实人家对你已经打了分数，包括民进党的人，是吧？曹兴诚不如这个去年的赵天麟。赵天麟那个照片出来第一个晚上，马上第二天退选什么话都不讲，然后呢就淡出政坛。但是这我们的曹董呢，搞这几天了，东拉西扯，然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自己基本上内心都觉得是真的。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绿色的这朋友们名嘴名旦们，真的不要再帮曹兴诚挂保证了啦。我要补充一下我的3个讲法，应该我就是不舍曹董的最近